就像过去金奎对我，我对金奎。别再想金奎了，想也没用。金奎已经结婚了，她丈夫挺有钱的，她有她的理想，金钱总归能让她实现理想吧。她就是想跳舞，想考舞蹈学院。我希望他的理想能实现。理想人人都有，你现在也应该有自己的理想，那就是赶快把病治好，重返舞台。这位是资深律师童月女士，方圆先生，高成的朋友，周欣小姐，高成的女朋友。今天我们请你们两位过来，你们是高成最亲的人，我们童律师是我们事务所主要合伙人，也一起来，咱们共同来商量一下这个案子。现在的情况比较麻烦，蔡百科病得比较重，在家族事务上只能委托蔡东平代劳，高成本身伤得也比较重，无法与他的父亲直接沟通，这些客观情况也造成了蔡东平可以大权在握，为所欲为。既然蔡百科已经承认了高春是他的儿子，而且已经立下了遗嘱，遗嘱里对遗产的分配问题也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，所以将来一旦蔡百科不在了，高春合法的继承遗产，照理说也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。蔡东平就是再婚，他也不能无视法律吧？将来继承遗嘱的事可以慢慢再想办法，关键是现在怎么办？蔡家往医院汇的钱已经快花完了，今天蔡东平又派人去了，把高纯从单人病房又搬回到了普通病房。搬回普通病房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下一步怎么治疗就得听蔡东平的意见了。蔡东平是高纯的姐姐，她代表他父亲，医生当然得听他的，他不让用好药，医生也没办法。遗嘱虽然明确了高纯应分的遗产范围，但这里肯定有漏洞可钻。第一，蔡东平完全可以在他父亲去世之前转移或套空蔡百科的资产，比如以投资的名义动用资金，然后以投资失败的名义把蔡百科的资金做空，甚至将本应由高纯继承的房产以偿债的形式抵押出去。他完全可以让高纯在蔡百科去世后拿不到实际的遗产。第二，即便有部分遗产分到高纯名下，由于高纯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所以这些财产还是会由蔡东平代管。高纯今后的治疗和生活费用还是会在蔡东平的控制之下。从我这几次接触蔡东平的印象看，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，可以说强到有点泼的程度。她就是泼妇。她如果知道高纯的伤残与百科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处这件事有关的话，从感情上说，她对高纯不会更有怜悯，只能有仇恨。高纯现在要来分她的遗产，那就是旧恨新仇，火上喷油了。她这种性格的人不太可能在对高纯救治上施以爱心，她恨不得高纯永远站不起来，甚至更惨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既可以控制蔡百科去世后的局面，又可以解决高纯现在的救治。
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让高纯马上与小周结婚。如果周欣成为高纯合法的妻子，那么自然可以在法律上代表高纯的亲人主导高纯的就职，并且在今后顺理成章地协助高纯管理财产。哎，我跟高纯，我和他并不是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，特别是高纯现在这个样子，以后什么样，能不能治好都很难说。但我听刘律师说，你们俩感情挺深的，否则你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守着高纯。这事儿我们只是一个建议，究竟怎么办，得你自己决定。我们只是说这是挽救高纯的一个途径，而且比较简便易行。你们可能误会了，他跟高纯啊，其实就是一般的关系。其实高纯这孩子真不错，个头、长相、人品都挺好的，也就是这腿、这伤啊，哎呀，这孩子其实挺可怜的。要不是出这事儿，你跟他绝对可以。你要处长了你就知道了，这孩子对感情绝对专一。什么？让你跟高纯结婚？这律师没病吧？这不乱点冤苦吗？就这也是当什么律师啊？搞个案子非得搞成冤假错案不成？那高纯怎么办啊？就把他交给他的那个姐姐吗？周欣，你还觉得你对不起高纯吗？他是帮过你，可他的摔伤罪魁祸首不是你，是陆子强和那些帮凶。在这出事以后，你一直在帮他，我们都在帮他，帮他找父亲，帮他住院治疗，帮他找律师打官司，我们都尽心尽力了。周欣，你为高纯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你完全可以问心无愧了。我知道。周欣，你为高纯已经耽误了你的事业，你不应该再陷下去。我们可以继续帮他，继续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，可我们毕竟只是高纯的朋友，我们已经尽到了做朋友的义务。不管怎么说，高纯有父亲有姐姐，不管从哪方面讲，他的所有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管，都是他们的责任。事情都不能过度，过了度反而不好。老三说，过两天要筹备发展的事儿了，跟秦岭的好几家画廊都在联系。包贝尔先生也积极帮我们联系出国去办展。我们雪山这条线走得这么辛苦，不就是为了今天能有这个成果吗？你不能为了一个朋友把正事大事全都耽误了吧？你看你妈这边还要靠你，你看你阿姨动不动就请假，一走好几天。你妈需要你，你不能样样都顾。阿姨有急事要回趟老家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可你至少要挣钱养活你妈吧，这也是你的责任，是你的主要责任，是别人替代不了你的责任。
知道。医生，他的精神好像特别不好，他是不是有什么？情况不是太好。由于前一阵病人医疗费用的问题，我们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受了很大的限制。后来病人家里汇了点钱，我们重新做了方案。昨天他家里来人了解他的情况，表示回去要再商量一下。从口气上看，可能不一定愿意支付这个方案的费用了。那如果不用这个方案治疗的话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吗？高纯长期高烧不退，手术不能正常进行，只能截肢了。如果本人或家属不同意截肢，下肢瘫痪看来很难避免了。他体内其他器官也会受到牵连，随时都有发生病变的危险。我们也是根据这种潜在的危险才制定的那个治疗方案。其实那个方案对病人目前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，再拖就不好说了。你是他的女朋友吧？你应该多做做病人亲属的工作。我们都该实事求是。你是他女朋友，你总不希望他终生残疾，甚至再出危险吧？我不是。还有，除了钱的问题，病人的护理和心情也是很大的问题。现在病人的抵抗力非常差，一旦引发并发症，很可能导致生命危险。你们作为他的亲人朋友，都没有人盯在这里照顾一下。病人的吃喝排便都是由别的病人亲友帮忙，人家帮忙是非常有限的。你们也好，病人家里也好，总得有人在这里盯一下吧。小时候，我妈说我腿长，就让我去学跳舞。学跳舞比学别的花钱多，可我妈还是让我去学。我学了舞蹈，就回家给我妈跳，因为我跳舞能让我妈高兴，能让我妈夸我，我就喜欢上了跳舞。我就想让我妈高兴。我没看过你跳舞，但我想你肯定跳得特别特别好。你好好治病，好好养身体。你现在也已经找到你的父亲了，你想见见他吗？你想见见你父亲吗？我从小就恨我父亲，后来就不恨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想见他，我想知道我的父亲是什么样子，我想知道我妈曾经爱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。他想见我父亲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我父亲现在谁都不见。高成毕竟是你们蔡家的亲骨肉，是你同一个父亲的弟弟，你应该替他着想。他现在病成这样了，我不认识什么弟弟，我凭什么替他着想？你们怎么不替我想想，不替我父亲想想？我父亲现在都病成什么样了？你们还拿他以前不光彩的事情在这折磨他，在这刺激他，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？话不能这么说，父子相见，既是他们彼此的愿望，也是他们彼此的权利，谁也无法剥夺。我们上次来见到你父亲的时候，他已经表达出很想见到我当事人的愿望，我当事人也很想见到你的父亲，你的父亲就是他的父亲，
他从出生到现在22年了，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。你有没有父亲？你父亲要是病成了这样，你还有功夫折腾这事儿吗？你甭跟我谈权利，你没权利跟我说权利。22年了，你的父亲也没见过他的这位亲生儿子。父子相亲是人的本性，现在他们父子近在咫尺，如果人为阻隔，这对2位当事人来说还是残忍。甭跟我啰嗦了啊！小张，送客。怎么到现在还输液？平时不是白天输的吗？他加药了，他又发烧了。他怎么又发烧了？这药一停，可不就又发烧了吗？停药？停什么药了？昨天病人退烧是因为用了那巴西林，这种药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比较贵，所以我们今天停用了。为什么停用？刘大夫昨天还说要给他用1到2个月呢。我问过刘大夫了，刘大夫说今年接到财务部通知，这个病人账上的钱没有了，所以我们暂时停用了。你们还是先给他用上吧，高纯他爸很有钱的，会把钱给他送来的。你们先给他用上吧，行吗？不交钱我们从药房拿不到药，你明天还是找刘大夫说说吧。我真的是无能为力，对不起啊。你跟你的当事人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他，他要这样处理问题，到时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们别管他同意不同意，你们后天就带蔡百科的儿子去见蔡百科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去。只要见到蔡百科本人，什么住院费、医药费的事啊，都可以跟他谈。儿子是他生的，他就得管。喂，我在医院。什么？乔法官来电话了。蔡东平同意了。什么时候？喂，刘律师啊，我们在路上。什么？蔡东平又不让见了？为什么？我没见到蔡东平，只见到他家的工人了。他们说蔡东平不在家，我给蔡东平的律师打电话，他的手机关机了。关机了？那我们都快到了。不管他，反正是蔡东平同意今天让见的。他不在，咱们自己去见。不行，我跟在他家的一个百科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说的，可那工作人员说不让见，说蔡东平没跟他交代过。蔡东平跟法官交代了，是法院通知咱们可以去见的，他凭什么不让见啊？你先在那等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我刚才问了一下他们家看门的，看门的说昨天蔡东平就把他爸爸送走了，咱们还是找法院吧，今天肯定见不着了。我知道了，好吧。怎么了？还是不让见？
刘律师，那看门的有没有说蔡东平把他爸爸送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家房子应该不止这一处吧？我看他硬扛扛不住了，他是不是想挟持他父亲人间蒸发呀？你先别管他把蔡百合转移到哪里去了，我刚刚和法院又联系了，乔法官正在出庭接不了电话，我下午再跟乔法官联系吧。现在看来只能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了。这蔡东平这个人过来硬的还真是不行。好，一定要强制。那下午我用不用跟你去趟法院啊？啊，不用，我先给乔法官打个电话，对，需要再去吧。好。喂，我已经联系上乔法官了，乔法官已经通知了蔡东平的律师，蔡东平的律师在湖南出差呢。乔法官责成他立即联系蔡东平，不管他联系上没联系上，咱们还是明天上午9点，乔法官和我们一起去蔡百科家，明天一定要见到蔡百科本人。好。谁来电话了？刘律师，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怎么？是蔡百合又不在家？乔法官也找不到他吗？找到了。他在协和医院。那我们能不能到医院去找他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昨天中午，蔡百科已经去世了。蔡百科，他死了。周鑫，哦，刘大夫，高纯的账上早就空了，你们赶紧想办法，否则医院只能另行处理了。所以我今天先跟你打个招呼。那你们跟他家里联系过吗？他家里人怎么说的？高纯家里我们一直联系不上，他们上次留的电话始终关机。你能找到他的家里人吗？不是说他还有个父亲吗？那高纯到底怎么办？医生怎么说？他们蔡家也太他妈狠了。关于蔡百科的后事如何料理，我以高纯的名义和他们家联系了好几次，到现在也没得到蔡家的任何答复。高纯住院费的事儿也没得到任何答复。我们约蔡东平来谈遗嘱的问题，蔡东平始终不露面。我今天再和他律师联系一下，联系好了我通知你。好，那我等你通知。蔡先生的后事由他的家人自行料理，我也无权过问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和想法，
直接与蔡小姐或百科公司交涉吧。今天我们请你来，主要不是商讨蔡先生后事的问题。蔡先生去世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他的生前遗嘱，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通过你向蔡东平女士递送了副本。这份遗嘱一共有2位受益人，分别是蔡女士和我们的当事人高纯。我们认为，现在应当立即落实这份遗嘱的内容，尽快办理遗产的交接手续。这既是双方法律上的权利和责任，也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告慰。没问题，我的当事人已经看了他父亲的那份遗嘱，他没意见。但是，这份遗嘱必须和蔡百科先生去世前的口授遗言一并执行。蔡百科先生的全部遗产，无论是公司股权还是个人资产，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，都是有账的。等日后蔡小姐的弟弟身体好一点，头脑清醒一点，蔡小姐自然会向她弟弟交代的。按照蔡百科先生的临终遗言，他的遗产，无论是由蔡小姐继承的部分，还是由他弟弟继承的部分，现在一律由蔡小姐全权管理，因此不存在交接不交接的问题。可高纯的头脑现在很清楚，他现在需要钱，他需要治病。蔡小姐是他的亲人，应该把属于他弟弟的钱拿出来给他弟弟治病。蔡小姐会为她弟弟付钱的，但是现在有些医院为了赚钱乱开药乱收费的现象，不能说没有吧？所以这钱不能乱付，需要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付。既然蔡家的财产都委托蔡小姐管理了，她就肯定要负起管理的责任，不可能医院要多少她就付多少。可他现在连医院的床位费都欠着，这怎么能叫乱付？要不我们把他抬到蔡家的大院去，那房子本来就是分给他的。周欣姐，刚才有2男的到这儿来看高纯哥，好像是高纯哥的姐姐派来的。他们看了高纯哥一眼，就去找医生去了。刘大夫，高纯他们家来人了吗？他们送钱来了吗？送了张支票来，但是他们不同意医院的治疗方案。他们那张支票只够一般维持性治疗用的，而且2个星期都不一定够。那巴西林他们同意用吗？怎么可能啊？他们家给高纯送钱来了吧？那他们这些天在医院忙里忙外的，也应该跟他家里算算账吧。这里的病人请的护工啊，我都打听了，1个月600到1000几百的都有。照顾高纯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，就属于1000以上的那种。你跟他们提了吗？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不会在乎这几两银子吧？曾经爱的苦，你可曾忘了？曾经尝的痛，你可曾忘掉？曾经走过的路，想逃都逃不了。你的眼睛天生忧郁。曾经死死的缠绵，让我一生魂牵梦绕。陪你走的路，我为你祈祷。着你的岁月，有我和你慢慢变老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终生不娶。曾经留下片片回忆，那你为什么总是悄悄地跟着我？
彼此精心舍得让我们永远都解不开沉寂一生一世的锁链。高淳，我们还能见面吗？我很感谢你，高淳，你还愿意再帮我一次吗？瞎脸了你！别这么检查！你终于把我的船给撞了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沉寂一生一世的锁链，我们都藏不住彼此为爱舍的全套。日新月深，越锁越牢，一生一世无怨无悔，相伴到老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有事。什么事儿？结婚？周星要跟谁结婚？周星同意和你结婚。他昨天正式向我们表达了他这个决定。和我结婚？对，和你结婚。周星向我们明确表示，他愿意和你结婚，愿意和你结为夫妻。我没想结婚，我没想过结婚。她有男朋友，干嘛要跟我结婚？对，她有男朋友，但是她是有一个爱心的女孩。他不想让你一个人忍着病痛的折磨，他想帮助你，他想让你健康的活着。现在要想让你好好的活下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你结婚。不，我不结婚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一辈子都不结婚。高淳，你听我说，你一定要明白，周鑫要和你结婚是为了他的爱心，而你和周鑫结婚是为了你的生命。生命比什么都重要，只要活着，一切才有意义。没有生命，一切是零。我这样活着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可你必须活着。
这样活着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亲人、舞蹈，还有这么活着，又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你的妈妈，也为了你的爸爸，为了你爸爸给你留下的遗愿，你必须活着。也为了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。你心里还有想着的人吗？还有没有啊？你现在还想他吗？好，那你就必须活着。你应当感谢周鑫，要好好的感谢周鑫。你必须马上和周鑫履行结婚的法律手续，因为你的病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。早一天治疗就多一些希望，你应当也完全可以依法拿回属于你自己的一切。兄弟，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就让我做你的大哥吧。今天就让我给你做主吧。事情啊，就这样了，也只能这样。你别无选择。现在他的朋友，他的律师，你我们都在帮他，我们都尽了朋友的责任，你没有必要再以身相许。什么事如果做得过分，就反而会让怀疑你别人有什么动机。那些外人是你吗？你说我有什么动机？就算我相信你没有什么动机，但别人会相信吗？现在人人都知道高晨马上要继承一大笔财产，可你不管他是坏还是瘸，你就赶着要嫁给他，你让别人怎么怀疑你有什么动机？我不问别人，我只问你，你说我有什么动机？请原谅我，让我再抱你最后一次好。